今天给大家评测的这款长度达到64厘米，零件数多达4100多片的1:8超旗舰跑车。原型车是牛厂专门为赛道使用而设计的一辆全球限量只有40台的超级跑车，也是来自国产泰高乐积木的最新套装。同时呢，也获得了作者，也就是咱们机玩世界主创积木老亮的设计师授权。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超跑01号车的具体表现。带摇臂结构的前后推杆悬架，换挡旋钮，以及带限位装置的6档序列式变速箱，模拟真车的换挡拨片联动，行驶与 V12 发动机联动，可视化动态档位仪表盘，以及升档降速、降档升速的模拟转速表，转向旋钮，反阿克曼转向，以及方向盘联动，可调节的大尺寸尾翼，前后盖开合，连杆吸附式剪刀门开合，以及侧向车门锁，全新开模的轮毂，印刷件轮胎。另外，和此前发布的超跑02号车一样，作为积木老亮的第一款1:8超旗舰跑车 mock 作品，超跑01号车呢，同样也采用了一合体大模块设计，以及同样也具有可靠的整车牢固度。除了近4厘米厚的拼搭手册，套装内还为玩家提供了2种转向幅度、3种发动机联动速度模式、2种座椅配色、3种安全带颜色、2种发动机外观色、2种轮毂盖样式、可选的车尾排挂架，以及多种仪表盘界面、多种可选的车门号码等可以由玩家自定义的项目。那么通过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套装的具体表现。配套的物流纸箱总重量达到了 7.7 公斤，和02号车一样，里面也是2个彩盒，其中轮胎轮毂呢也是单独的一个彩盒。主体彩盒同样采用了类似的防伪封条，除了2面不同状态的成品渲染图，在侧面这里还可以看到原型车的一些介绍内容。在彩盒下方呢，也可以看到套装编号、年龄定位以及零件数等信息。彩盒顶部是成品的透视图，在内侧呢可以看到对应的核心联动结构。和02号车一样，里面同样是4个零件分盒，以及1盒拼搭手册。所有的零件一共被分成了15个大步骤分包，平均每个大步骤只有200多片零件。套装也针对所有的绿色外观主体色零件进行了单独的分包，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做喷漆、电镀等改色加工的话，会非常的方便。再看2本拼搭手册，总厚度达到了 3.8厘米，重 2.34 公斤。在目前所有的1:8跑车里，应该暂时只有02号车会略重一点了。手册做了33页的开篇彩图，对原型车的各项数据、设计细节，以及比如 V12 发动机的发展历史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和详细的介绍。同时也加入了一些设计师的设计理念等方面的内容。手册第2册的末尾也加入了零件表，还有少量的篇末彩图，而内页设计也基本和02号车保持了一致。拼搭步骤一共是有1472步，平均每步只有 2.8 个零件。在步骤图示之外，多视角检查图、关键步骤的测试方法，还有2维码帮助视频呢，也都没有落下。我们可以按照手册像这样在换挡动力入口端插入。除此之外，还有比如变速箱原理、差速器原理、阿克曼和反阿克曼转向、关键角度创建方法等知识性图文内容的加入。在手册中呢，也可以看到相关的目录。贴纸夹在手册里面，一共有4张。其中有2张是属于选贴的拉花贴纸，也是重复的，也就是多给了1张留作备用。还有1张则是额外的转印贴纸，上面的贴纸图案呢和标准贴纸也是重复的。在贴纸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里面很多贴纸都是供玩家 DIY 选择，或者供额外备用的用途，实际上并不需要贴那么多。而且除了转印贴纸以外的这3张贴纸本身也支持反复撕贴。另外，套装中也有10来个印刷件，也包括印刷件展示名牌、印刷件轮胎，而轮毂同样也是采用了喷漆工艺。看完了基本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内部设计。
这里可以看到6档序列式变速箱，手册中也对变速箱的动力入口、出口以及换挡动力入口进行了清晰的标明。另外，设计师为这款变速箱加入了换挡限位结构，并且只用到了一枚60483，实现1档不能继续向下、6档不能继续向上的换挡限位效果。我们也可以按照手册的第86步提供的测试方法来对变速箱做一下测试。可以看到，由2枚32034配合皮筋等相关零件组成的换挡步进装置，可以在换挡的时候实现每90度自动回正的联动效果。不过，在这个部分的拼搭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对2路换挡凸轮旋转的顺畅度进行充分的调试。如果没有调好的话，那么有可能会出现换挡异常的问题。尤其是左边这一路，可以看到，如果90度回正不顺畅，在换挡的时候，天蓝色球头杆模块上的球头会和黄色4齿齿轮顶住，导致换挡卡顿的问题，并可能进一步导致变速箱出现档位混乱等其他问题。针对这里的调试方法，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额外的帮助视频，还是比较详细的。按照手册对变速箱联动进行一下测试。测试下来也没有问题。在完成稍后的发动机模块以后，我们也可以加入电机来测试一下各档位的发动机联动情况。在手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变速箱工作原理相关的图文内容，以及变速箱在6个档位下的传动路径以及齿轮比。具体的6个档位依次是 1.33、1.07、0.80、0.64、0.48和0.38。关于发动机联动速度，套装中也是提供了标准、澎湃、丝滑共3种模式，每个模式对应的整车齿轮比在手册中也是进行了相应的介绍，同时也提供了相关的帮助视频。此外，除了多视角检查图，整个变速箱拼搭过程中涉及到的几个关键步骤，手册中同样也是加入了帮助视频。明确变速箱档位的起点和终点，简单说就是1档。这里可以看到后悬架内部的动力结构，动力入口是这枚20齿齿轮。当然，根据不同模式的选择，它也有可能是12齿或者16齿。可以看到，动力进来以后，经过差速器端的22:14的齿轮组，然后向左右两侧传输，来到悬架部分，两侧上下叉臂都采用了常用在1:8F1中的32294，因此搭建出来的 A 字形叉臂形状也更符合原型车。同样也和原型车类似，32293作为推杆，从悬挂驱动桥的下方向上伸出，并连接 L 字形摇臂结构。摇臂的一端连接推杆，另一端连接纵置且带有一定倾斜角度的大号硬避震。同时，在这2枚纵置避震的中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第3减震器。此外，在摇臂中还可以看到由6536和89678搭建出的摇臂加强结构。在车重比较重的情况下，这个方案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摇臂在受力时产生的形变，从而让这2枚纵置的避震零件更多的去发挥作用。测试下来，悬架回弹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支撑性表现良好。同时，大部分的悬架受力可以被避震吸收。那完成后悬架模块以后，紧接着就是和变速箱模块进行合体，过程中只涉及到了4点插销对位，所以合体起来呢非常轻松。合体方式是纵向合体，然后再加侧向4点固定。这里看一下动态档位仪表盘的相关联动结构，可以看到手动换挡动力过来以后，在这里分成了2路，其中通过一组20:12的齿轮组连接仪表盘滚轮模块，换挡动作每次旋转90度，在经过20:12的齿轮组以后，实现滚轮模块每次旋转54度的联动效果。进一步的，手动换挡动力继续向前，通过一组8:8的齿轮组到达这枚黄色的十字轴连接件，也是整个驾驶室模块的换挡动力出口。在合体后呢，会连接变速箱的换挡动力入口，
而这枚黄色的被固定住的4齿齿轮，在这里只是起到辅助拼搭的用处。至于可以反向旋转的模拟转速表，同样也是通过一组额外的8:8的齿轮组实现，因此实现相对于档位仪表盘的反向旋转的联动效果。这里可以看到，手动换挡动力来自竖直方向的这枚黄色的十字轴连接件，动力下来以后分成2路，其中一路通过4枚4齿齿轮连接换挡拨片模块，另一路通过一组4:4的齿轮组向变速箱方向传输。不过，因为在发货前的最后一轮测试中，发现通往换挡拨片模块的这4枚4齿齿轮有时候会存在卡顿的问题，因此可能会导致变速箱的90度步进装置无法回位，进而导致跳档等换挡异常问题。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把这4枚4齿齿轮更换为16齿齿轮。套装中也提供了相应的补充包，另外2维码帮助视频中也可以看到详细的安装方法。这里可以看到方向盘相关的部分联动结构，其中下面的这枚黄色十字轴连接件是整个模块的转向动力接口，通过2组12:12的齿轮组和方向盘完成动力连接，其中经过了一枚万向节，同时通过角度创建实现了方向盘微微向上的倾斜角度。在完成了整个驾驶室模块以后，手册中也提供了测试方法以及相关的帮助视频。接下来同样也是大模块合体，这里只涉及到3点插销对位，同样也是沿前后方向轻松合体，然后再加侧向4点固定。针对合体时关键的档位标定操作，手册中同样也是提供了帮助视频。在完成合体后，这里的测试也是整个拼搭过程中最重要的测试环节。可以看到换挡功能测试正常，同时每次换挡后，仪表盘也会显示出当前档位。模拟的转速表相对于仪表盘反向旋转，测试下来呢也没有问题。同时对比之前提到的手册中原本的采用4齿齿轮的方案，更改后的采用16齿齿轮的方案呢，在换挡手感上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接下来我们可以在这里加入电机，再次测试一下各档位下的发动机联动情况。6档、5档、4档、3档、2档、1档。这里我们选择的是澎湃模式，可以看到发动机联动表现正常。不过具体选择哪种模式，最好还是在拼搭过程中根据实际的顺畅度表现来判断。在整个第3大步骤，针对比如仪表盘滚轮贴纸的粘贴、方向盘角度的标定等其他的一些关键步骤，手册中同样也是提供了帮助视频。这里是转向相关的部分结构，可以看到驱动转向齿条的12齿齿轮存在2路动力连接，其中一路直接通过这根很长的红色十字轴，稍后会连接手动转向动力入口；另一路则是通过4枚16齿齿轮，在大模块合体后会连接驾驶室模块的转向动力接口。为了防止拼搭过程中齿条滑出，同时也为了方便方向盘与车轮角度的定位，套装中也是提供了辅助拼搭零件，暂时的将这根十字轴固定住。另外，在这一步，我们会发现这根十字轴并不能完全的做到十字对中，不过角度偏差很小，偏差角度小于整个传动结构本身的框量，所以在成品阶段呢是看不出来的。这里是手动转向相关的联动结构，同样是黄色十字轴连接件作为手动动力入口，动力下来以后，通过一组4:4的齿轮组直接连接前面提到的那枚12齿齿轮。这里看一下前悬架，虽然同样也是推杆悬架，但悬架结构和后悬架并不相同，也是不太多见的，在一个底盘上可以看到2种悬架结构的1:8超跑。上下叉臂仍然是采用了32294，推杆则是使用了2枚6单位保孔臂，同样也是从悬挂气动桥的下方向上伸出，并连接摇臂结构。而2枚横向的避震，无论是联动原理还是倾斜角度，同样也是和原型车保持了一致。测试下来回弹力度也是比较大的，支撑性完全没有问题。再看转向结构，这里采用了反阿克曼几何设计，可以看到转向时外侧轮的转弯角度大于内侧轮，
也就是和阿克曼转向正好相反。手册中也是对阿克曼以及反阿克曼进行了相应的图文介绍。另外，手册中也提供了可供玩家自己 DIY 选择的转向限位结构。接下来，在车架模块的两侧，我们可以看到车门开合相关的连杆机构。设计师在这里使用了一枚小号硬币阵，为车门开合时的支撑和吸附提供弹力。同时，手册中也对连杆机构进行了相应的图示展示。在完成整个车架模块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车架呢是自上而下整体装入底盘主体，同时过程中不涉及到任何一处插销对销孔的对位，而是全部采用了十字轴对销孔的方式，所以只需要像这样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紧接着同样也是进行侧向固定，把这些预插的插销扣进去，以及插入几根十字轴，然后我们就得到了像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固的底盘主体。而在手册中，针对合体操作呢，也是提供了相应的帮助视频。那么需要把它们调整成预插的状态。再往后，我们就来继续完成整个车子外观模块的搭建。这里可以看到，针对 V12 发动机外观件，套装中提供了金色和红色两种不同的版本，供玩家自己选择。同时，在完成这个大步骤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半成品呢，也是和原型车的半成品基本保持了一致。再看驾驶座模块，套装中提供了深灰色和绿色条纹两种不同的配色方案，以及3种不同的安全带颜色供玩家自己选择。在车尾模块中，针对两侧的外观模块，手册中提供了2种不同的搭建方法，以及也进行了相关的说明。车尾排挂架同样也是可选的步骤，手册中也是对2种方案的成品外观进行了对比。另外，这里无论如何选择，车尾排挂架在成品阶段也是可以拆装的。完成车尾模块以后，可以看到手册中除了对车尾灯进行介绍以外，也加入了车尾角度关键固定结构的相关图示。这里可以看到车头大模块，也是整辆车子在外观角度创建方面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模块。可以看到手册中呢，同样也是提供了关键角度创建方法的展示。进一步的包括车子的侧面外观模块、中控台外观模块、车门模块、前盖模块、后盖模块，也都是独立的大模块。其中侧面外观角度创建、后盖鳍片角度创建、后盖整体角度创建，在手册中也都提供了关键角度创建方法的展示。另外，右侧的油箱盖、两侧的车门把手，套装中呢也提供了额外的转印贴纸供玩家自己选择，以及还包括轮毂盖，也是提供了双方案。所以到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和底盘主体采用了非常清晰的大模块设计类似，整个车子在外观方面同样也是采用了彻底的大模块设计。同时，模块合体所涉及到的插销对位点都非常少，也都是采用单方向合体再加侧向固定的合体方式，所以合体下来，一方面确实比较轻松，另一方面呢也比较牢固。其中前盖和后盖的固定方式比较特殊，可以看到前盖固定首先是十字轴对销孔竖向对位安装，然后再扣入内部隐藏的2根十字轴，而后盖采用的是十字轴对销孔的方式，类似于42115，也就是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在完成最终的成品之前，我们还可以在手册中看到这些选贴的拉花贴纸，对应的帮助视频呢也是没有落下。好啦，到这里，那经过10来个小时的拼搭，这辆超跑01号车也就完成了。最终的成品长64厘米，重3.1公斤。我们这里先通过模型对比来看一下外观还原情况：车头前沿的角度，整体突出的前唇，进气格栅，车头下扰流板，两侧的6边形车灯，侧面的风刀，前盖顶部的风道，前轮眉上方的橙色风刀，侧裙以及前面的垂直鳍片，车门以及整个侧面外观的内收角度，车门后方的进气口，内部的中冷器，车顶的冲压空气进气口，引擎盖上的4段式鳍片，后轮眉后面的水平风刀，巨大的车尾扰流板，
两侧的6边形尾灯，以及车尾扩散器。打开车门可以看到剪刀门的开合角度，还有内部的方向盘以及运动座椅。打开后盖可以看到 V12 发动机，顶上的涡轮，两侧的排气歧管，纵置并带有一定倾斜角度的避震，中间的第3减震器，最后是 Y 字形6幅轮毂。那么外观就是上面这样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功能表现。首先是前后悬架回弹，可以看到前悬架回弹没有问题，支撑性非常好。打开前盖，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内部的摇臂以及避震的运动。后悬架测试下来，回弹和支撑性表现也都没有问题。打开后盖，我们也可以看到内部的摇臂以及2枚纵置避震的运动。虽然两侧推杆本身的刚性不够，一部分悬架运动产生的形变会被推杆变形所吸收，但大部分的悬架运动最终仍然可以作用在这2枚避震上。不过不断测试下来，如果持续的反复下压，摇臂上的这枚2736球头零件有可能会慢慢松脱，但是因为前面有阻挡结构，所以并不会完全脱落。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套装中提供了额外的2套2736和32039，也就是摇臂中会用到的这2枚零件。那这里呢，也是作为备用的用途。接下来是转向以及方向盘联动，我们可以在转向接口位置插入齿轮旋钮。测试下来可以看到，无论是通过齿轮旋钮，还是直接转动车轮，另外2点的联动呢都没有问题。转向打满，对应的方向盘旋转角度大概是70度左右。在选装了转向限位结构的情况下，转向角度适中，同时也不会发生异常干涉的问题。那如果不安装或者说拆除转向限位结构的话，转向角度会稍微大一点。不过转向到最大角度的时候，车轮和周围结构在车辆推行时会发生干涉。接下来是吸附式剪刀门开合，可以看到车门打开以后，内部连杆机构对车门的支撑性表现良好，车门不会下落，同时用手按呢也是按不下去的。关闭车门需要拨动内部的连杆，关闭以后，这里有一个可以将车门微微锁住的结构，向外拉呢也是拉不开的。再看前后盖的开合，打开前盖需要向外拉出2根十字轴，后盖采用十字轴对销孔的对位方式，直接取下来就可以了。最后我们来测试6档序列式变速箱、V12 发动机联动以及动态档位仪表盘联动。首先是成品换挡测试，我们可以在中控台上方预留好的接口位置插入齿轮旋钮，然后6档、5档、4档、3档、2档、1档。可以看到测试下来联动正常，换挡手感清晰。同时动态档位仪表盘也可以显示出相应的档位变化。由于变速箱的限位设计，在1档或6档的时候呢，也都无法进一步的向下或者向上换挡。不过如果用力比较大的话，还是可能会有换出第7个档的感觉。但变速箱并不会实际换挡，只是因为从换挡旋钮到变速箱的传动路径比较长导致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档位下的车辆的推行。那我们评测的这辆车呢，选择的是澎湃模式。可以看到测试下来没有问题。下面我们来加入电机，做一下进一步的测试。6档、5档、4档、3档、2档、1档。由于发动机盖板整个拆下来也是非常方便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各档位下的发动机联动速度的渐进式变化。好啦，那么完成了所有的功能测试，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牢固度表现。可以看到整辆车子几乎所有的外观面板都做到了多点固定。另外，无论是前后抱、左右抱，测试下来都没有问题。
以及也可以用手伸进驾驶室，把整个车子拎起来。不过在车辆搬运的过程中，车门微微锁住的结构可能会失效。好啦，那么牢固度测试就是上面这样的情况。那完成了所有的测试，下面我们来讲一下槽点。首先，换挡拨片联动结构相关的4枚传动齿轮，在被卡住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跳档等换挡异常问题。这个风险在早前的多轮测试中都没有被发现和重视。虽然最终发货前通过在套装中加入补充零件以及更新帮助视频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也仍然暴露了设计师在设计和验证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足。另外，变速箱虽然功能联动没有问题，但对拼搭调试呢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如果没有调试好，还是有概率会碰到换挡不顺畅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把现在镜头画面里左边这一路的几枚零件呢稍微松一松，调一调。在第50步要调到像这样比较顺畅的状态。具体的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专门的帮助视频。移动一点来释放整个这一路的轻微活动。此外，在零件方面，整体手感相对偏紧，尤其是部分插销零件偏紧，其中最主要的是编号为43093的这枚蓝色插销异常偏紧，以及8齿、16齿这2枚齿轮的十字轴孔偏紧。而用量相对比较大的2单位和3单位摩擦销是泰高乐之前优化过的版本，根据大部分玩家的反馈，手感还是比较合适的。不过在个别零件的适配上，反倒会显得稍微松了一点。而6558 3单位摩擦销呢，也存在小比例的水口残留问题。针对这些零件，所有的第一批玩家也都会收到额外的603枚另外单独采购的零件，可以在拼搭的时候呢用来替换，或者留作以后的备用。咱们本期评测也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见，拜拜。